苦追10年，我终于与青梅冯月喜结连理。然而婚礼当天，她却当着众人与她前男友一同露出互相印着对方名字缩写的纹身，而后拥吻，美其名曰与青春道个别。我笑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与青春道个别吧。冯月，我的青春，我不要了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婚礼前一天的晚上，我罕见的失眠了，想到明天就要将自己喜欢了10年的青梅迎娶回家，别说睡意了，我估计自己出门跑个几千米，兴奋感都下不来。无奈，我拿出手机，打算刷点短视频缓解一下，手却自动打开了宝贝老婆冯月的聊天框。回过神来时，好想你的消息显示已发送。明明几分钟前冯月才发消息告诉我她正在和姐妹享受单身派对，现在我却说想她，她会不会嫌我粘人？真没用啊！我唾弃自己，可谁叫我又实在想她想得紧。然而下一秒，门口响起敲门声，刚一打开门，我就被爆了个严实。是冯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哼哼，是谁说想我了？他挥舞着手机，脸上笑意明媚，为派对专门做的发型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显然是看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了过来。我的心瞬间柔软得一塌糊涂，抱起他跌入沙发。还没聊几分钟，冯月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他去了卫生间接电话，出来后着急忙慌的就要离开。对不起啊，他一脸歉意，像是怕我生气，抱着我亲了好几口。好啦好啦，没事，你来看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明天见。再三确认不用开车送冯月离开后，我来到窗户准备目送他离开，不曾想却看到了令我目眦欲裂的一幕。我未来的妻子，深爱了10年的女孩冯月上了一辆蓝色轿车，而那辆车的主人是与她纠缠了6年的前男友陆子龙。我很难不多想，整个人如坠冰窖，过往的回忆像水草紧紧绞住我，令我不得呼吸。我太害怕了，害怕他们会再次复合。毕竟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多次。如果说我的青春都是冯月，整整10年的时间里，我都在默默地守护她，爱着她，那冯月的青春便是陆子龙。4年时间，她最漂亮自由的大学时光都与他有关。毕业分手后，两人又纠缠了2年，多次复合。哪怕两人不在一个学校，还是异地，哪怕我和冯月同校，青梅竹马，两家人关系好到经常打趣我们，认定我们天造地设，早晚要在一起。可是终究，冯月爱的人不是我。大学期间，冯月经常搭车去找陆子龙，礼物加上车费，原本宽裕的生活费变得捉襟见肘，他不得不节衣缩食，同时搞多份兼职。好几次，我看到他以减肥的名义，一餐只吃1个馒头。明明在我看来，他已够瘦，漂亮的不得了了，多吃一点吧。钱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。太瘦的话，不利于健康。谢谢啦，不愧是我最帅气、聪明大方的好竹马。他笑着调侃，我便也笑了起来。若真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却不喜欢我呢？他没有回答，也不会回答，只是神情落寞的低语。可是子龙说我太胖了，没有他们学校的女生漂亮，所以他才……我听不清楚，只是看他的神情，明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果不其然，此后冯月时常哭泣，与我哭诉陆子龙的变心，看得我心疼不已。我多次想同他打车去打那个混蛋，却被他拦下。算了吧，雨虹，肯定是我不够好，
只要我努力变好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很好，是他的错，是这个混蛋。我想反驳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冯月，我爱的人啊，明明勇敢又热烈，为所爱不惜一切，为什么我一言不发？我知道的，他不想听，真说了，只怕他会怨我，到最后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我太喜欢他了，喜欢到只能做朋友，远远看他一眼也行的程度。我只能安慰他，想尽办法逗他开心，然后被他抛弃。随时随地一个电话，冯月便能抛下我去找陆子龙求复合，偏偏对方还不屑一顾，多可笑啊！纠缠往复，两人恋爱4年，分合2年，我在中间调和。最后一次，冯月终于下定决心分手，被我的守护打动，同我在一起。如果故事到这里便也就好了，偏偏嗡嗡，消息音打断我的思绪，将我从水中打捞起来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，是冯月吗？刚刚会不会是我看错了？我荒谬地寻找一切可能性，又再次被当头一棒。雨虹，这好像是嫂子兄弟李天花发来的照片上，冯月与陆子龙两人并行。我正愣住，颤抖着手，却怎么也回不上消息。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好不容易打开，是青梅的闺蜜，内容与兄弟的大相径庭。臭女人，重色轻友，偷溜出去找老公，被抓到了，附上视频。画面中，冯月被姐妹拷问刚刚去了哪里，在得到回答是来找我后，众人笑作一团，纷纷打趣她明天结婚，还想老公想那么紧。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起来，嘴角扬起，果然是看错了吗？再者，说不定只是接送人而已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冯月不坐我专门为他安排的车，但是或许他有他的考量呢。兄弟还在发消息，我想着回一下，也好让他放心。打开最新一条消息，竟是冯月和陆子龙一起走进酒店的照片。照片清楚地拍到了2个人，这次没有认错的可能性了。啪啦，手机掉落在地上。兄弟的消息显示发送时间1分钟前，而青梅闺蜜的视频时间是5分钟前。这意味冯月可能回了一趟派对，然后又出来了，还和陆子龙去了酒店。我捡起手机，开始疯狂给冯月打电话。我迫切地需要一个解释，电话却始终打不通，最后几次甚至被直接挂断。我再也忍不了，拿起车钥匙，朝酒店定位飞奔而去。危险与背叛不会因为头埋进沙而消失，相反，它们只会越来越大。路上，手机响起来，我一边开车，一边抱着必死的决心按下接听键。出来前，我回了兄弟消息，麻烦他帮我看着，有新情况随时联系。没想到那么快来了电话，他们进展倒是快。我自嘲，声音却不对。请问是林雨虹先生吗？我们是美好花店，原本您定于明天早上来取的手捧花，现在要改时间了，实在抱歉，我们明天有急事，店里面一天都没有人。这花如此贵重，我们不放心交给别人。您看，您现在方便来取一下吗？老板的声音从电话传来，等待着我的答复。手捧花呀，已经做好了吗？我有点恍惚。婚礼本身的筹划就工程量巨大，天生我的婚礼准备过程中还麻烦频出，意外不断。从冯月原定的婚纱被工作人员误签给他人，店里面只剩下一件低胸样式的。对不起啊，雨虹，这个纹身。穿着婚纱的冯月漂亮的不可方物，胸口处半个爱心的纹身更为她增添几分神秘与魅惑。没事的，很漂亮，她自责。
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兼职是纹身测试，纹身上排列着字母，这个字母我有点不舒服，字母怎么偏偏同她前男友名字缩写一样？纹身师叫卢子乐，说是标的他签名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抱歉啊，我安慰他，那没事了，没事。到我为婚礼定制的戒指，属于我的那一枚消失不见，找遍各大商场也没有相近的，再订工期赶不上，只能用素圈戒指。最后是手捧花，调度路上几次延误，婚礼前几天才刚刚到，铃兰交若冷冻保存又几天，婚礼前一天才包装好。现在要去吗？耗费巨资空运而来的铃兰捧花，一小束就价值几千，大捧的更是贵重，因此会要求订花本人前来签收。如今花的主人都不在意了，和前男友出入成双进酒店，还有什么必要拿呢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林宏宇先生手捧铃兰匆匆赶到的时候，我看到好兄弟李天花正在酒店外焦急地走来走去。炎热夏季，他的头上渗出许多豆大汗珠，就着酒店招牌昏暗的灯光，一手看手机，生怕错过我的消息，一手驱赶蚊子，看得我一阵心酸。李天花是我从大学起好友，在我追逐在冯月的身后时，他又何尝不在我的身后呢？大学时的帮助，被冯月伤到时安慰，毕业后事业上的出谋划策，听说我要结婚，他推掉所有的事情，千里迢迢开车回来，不要一分油钱，不说一句辛苦，兄弟一句话，刀山火海不言谢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有了决定。如果这次冯月真的同陆子龙在我们婚礼前一天来酒店，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么10年也该结束了。李天花一看到我，脸上浮现喜色，拉着我进了酒店，直奔12楼。不想在去往电梯的走廊上，我们与冯月、陆子龙迎面撞上。宏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冯月声线慌张，快速地把什么东西往包里面藏了藏。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我生气质问。林宏宇，你闭嘴！我朝陆子龙吼出声，手上青筋暴起，脸色涨红。当着我的面，明天都要结婚了，两人还卿卿我我，当我包子吗？凭什么如此作践我的感情？冯月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？我怒瞪，一手抓住他的肩膀。为什么要一次次地抛下我？你又要和他复合了吗？又不要我了吗？冯月愣住了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发如此大的脾气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从包里面掏出刚刚藏起来的东西。对不起，他打开盒子，是与我丢失戒指样式差不多的一枚新戒指，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那个素的不好看，你期待了那么久的婚礼，我不想让他有遗憾啊！我愣住，又生气地指向陆子龙。那他呢？什么他？宏宇哥，这戒指可是我托人专门搞来的，放酒店这里，刚拿到，谁知道你们就来了，这么急呀？陆子龙阴阳怪气，打掉我的手，整个人搭在冯月肩膀上，挑衅般看过来，怕我们不信，他还带着我们去前台查了12楼会议厅的监控。误会解开，离开时我还有点难以置信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像是踩在棉花上。他们没有干什么，更没有复合，没有。冯月猜到了什么，大声否定。对不起啦，哼。我们相视一笑。第2天，婚礼进行顺利，很快到了扔手捧花的环节。我身着黑色西装站在一旁，微笑看着身着婚纱的冯月背过身扔花，心里盈满甜蜜。台下人群翘首以盼，都在张望是谁拿到了花。恭喜我们的陆子龙先生，
请到台上来。陆子龙一身白色西装，从长台上过来。怎么偏偏是这家伙能来参加婚礼？我十分高兴，在此也请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陆子龙吊起众人胃口，台下叫喊声此起彼伏。是什么呀？好，你说，场面瞬间混乱起来。没有来的，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，下意识想去牵冯月，却落了空。一看，不知何时他走到了陆子龙的身边，两人挨得极近，同色系的衣服下，好似他们才是一对。黑色西服的我，倒像是见证他们爱情的工作人员般，心中的不安越发大了起来。我想上前，又被挡住。陆子龙回过头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开口道：“请大家帮我见证我与青春的道别。”说完，他一把扯开衬衫，露出胸前的纹身，众人惊呼。下一秒，我被眼前的画面定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台下的喧闹声也全部消失，现场瞬间鸦雀无声，针落可闻。灯光下，两人紧靠拥吻，胸前互相纹着对方名字的半个爱心，合二为一。手上我定制的那一对戒指熠熠生辉，原来我消失不见的戒指是在他的手上啊！哈哈哈！什么给我惊喜，什么怕我遗憾，原来都是假的，都是谎言。婚礼也好，戒指也罢，不过为了成全他们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所有线索串联起来，真相带来的巨大的悲伤与愤怒，像是海啸般汹涌澎湃，一口将我吞下，灵魂如同离开了僵硬的身体。我飘在上空，漠然地看着这一切，看着冯月顺从地同陆子龙接吻，两人难舍难分，无一丝脸红。看着台下众人议论纷纷，嘲笑、戏谑的眼神流转，交头接耳间难听的话语砸在我的身上。好可怜一男人，可不是吗？婚礼当天被自己妻子绿了，哈哈哈！我要是他都没脸见人了。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婚礼现场成了陆子龙羞辱我的舞台，直到被他们串通好的司仪再次开口，一句话将我拉回了现实。青春道别，新人又来。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吻新郎。红雨，我们刚刚还在和前男友接吻的冯月，笑意盈盈地回到我的身边，身体前倾，一副真的要和我接吻的样子。她唇上的口红早已晕花，可见刚刚之激烈。我再也忍受不了，一把推开她，语气冰冷：“滚，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冯月似乎没想到我的反应，震惊看着我，上前想要拉住我，又碍于我浑身散发出的冰冷与狠戾之气，动都不敢动，最后竟落下眼泪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怜兮兮地控诉我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可是你的妻子啊！”哦，是吗？怒极反笑，我大笑起来，笑容越来越大。妻子，他点头，见我态度软下来，他眼神一亮，赶忙解释：“对呀，我是你老婆呀，我刚刚只是和青春道个别而已。”红雨，你听我说，闭嘴！我打断他，一字一句：“是妻子，你和别人接吻；是妻子，你身上纹他姓名；是妻子，你当众给我戴绿帽。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？恶心！”我越说越激动，手指用力，冯月的下巴瞬间红肿，一松手，他便整个人跌坐下去。我懒得理他，抡起拳头，一拳猛砸在得意洋洋的陆子龙身上，一连撞翻几个花景布置，只把背景板也砸出个洞，他才停下来。这还没完呢，我快步走过去，一拳又一拳。林红雨，你疯了！他不屑一顾，大叫着回击：“不就是亲了一下你老婆吗？你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你还好意思问？”我挡下他的反击，
抬手又一拳，双目赤红，已是不管不顾。你什么你够了，你别太过分啊！闭嘴！我们扭打在一起，场面乱作一团，台下也乱哄哄的一片。最后，母亲拉开了我，父亲主持大局，送走了宾客。陆子龙趁机逃走，我追了出去。追丢后，我没有回去，找了一个酒吧，一杯接一杯。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一次次真情付出，最后换来的都是背叛。索性也不用明白了，不是与青春道别吗？好得很，我赔一个，我的青春，我也该道别了。又一杯酒下肚，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，身边好像有人坐下。林宏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熟悉的声音，我努力瞪大眼睛。徐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记得他，大学时绩点排名第一的学霸，我们经常一起组队参加比赛。大学毕业，他考研去了名校。他没有回答，反而一脸关切地看着我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关心的样子不似乎作假。没人问还好，一有人问，我的难过就上来了。刚刚光顾着出气了，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同他讲了，也不怕丢人。反正做错事情的人又不是我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附和我，看向我的眼睛里满满都是关心。奇怪，我的心好像突然安定了下来，所有的悲伤在被人安慰后一点点消散了。他们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虽然你打人不对，但是什么？我着急发问，徐宇却笑着不回答，只等得我抢过他的酒，轻身靠近他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又连连退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喝的有点太多了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，放心好了。陆子龙那家伙不敢报警的，他理亏。况且我有办法帮你。什么？你先回去把事情处理好，好好休息一下再联系我，到时候我和你说。他看着我，脸上尽是无奈与好笑。也对，现在和我说了，我也记不住。留下联系号码，徐宇便离开了。我不再磨蹭，到洗手间洗了一把脸，又在便利店搞了点醒酒的东西，便回家了。徐宇说的对，与其在这里消沉，不如处理好事情，狠狠把那群人教训一顿。远远的，我看到家灯火通明，是家人在等我。我满心欢喜地打开门，瞬间一盆冷水将我从头淋到脚。只见冯家父母各坐沙发一边，冯月缩在冯母怀中哭泣。见我回来，冯父直接出声跪下。凭什么？我不解。冯母，你在婚礼上这样干，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哎，姓冯的，你在说什么？母亲出声。显然，我没有回来的时候，两家人已把事情处理好，争论过一番了，关系也破裂了。现在这样，不过是等我回来商讨我与冯月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。我说什么？你家儿子在婚礼上面打人，你家的还和别人卿卿我我，真不要脸。两方父母吵架的有来有回，最后父亲出声询问：宏宇啊，你怎么想？这个婚还要继续吗？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拉住母亲，摇头示意安静。不怪父亲如此，他们知道我对冯月的喜欢，更明白我的执着，才会这样小心。所以哪怕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依旧保护我，以我为先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真的开口要继续，他们会忍，但是没必要了，退婚吧。一直没有说话的冯月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情，你要退婚？我那么爱你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你说爱我，你的爱还比不过子龙。看到他这样不要脸的要挟，还提到他，我怒了。你的意思是我也应该和前女友在婚礼上接吻，在闻着他的名字的情况下？不可以。他反驳出声，在意识到什么之后，脸白了下来。还有彩礼，
5金等也请你们家一并退还。不可能，冯月反驳。冯家父母也附和，就是婚礼都办了，那些不要钱啊，这怎么退？不是，婚礼的钱是我们俩家一起出的，棺材里什么事？你们凭什么不还？父母和他们吵了起来，我想帮腔，手机却来了新消息，是徐宇发来了陆子龙的消息。陆子龙刚刚拿到了50万，而我家出的彩礼正好也是50万。难怪陆子龙那种花心的乐子人会千里迢迢的过来，我看不是不想还，是还不了了吧？冯月拿钱给前男友，开心吗？我的话让大厅瞬间安静下来。如果你不还回来，你的前男友会怎么样？我就不确定了。我威胁他们，最终冯月拉着父母离开，答应5天后还钱给我。我同父母解释后，他们纷纷安慰我，怕我想不开，父亲还要同我一起睡。我失笑，劝2人去休息后回了房间，心里说不难过是假的。但是我看了看手机里面的消息，好友们纷纷发信息安慰，更有甚者说要过来帮我的。我看着，嘴角不自觉上扬。谢啦，徐宇，这有什么？明天见。第2天，我准时赴约。在咖啡店见到了徐宇，他一袭白裙，长发披肩，慵懒随性。看到我来，他朝我挥挥手。我出声：“要喝点什么吗？我请客，当谢谢你昨天的帮忙了。一杯生椰拿铁。”谢谢，没问题。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就算了。我无意与垃圾纠缠太多。他冯月喜欢藕断丝连，我可不是。真不用。真，来电声打断我的话语。徐宇示意我接电话，我越听脸色越来越难看。电话那头是好兄弟李天花，他告诉我陆子龙把婚礼的事情发到了他们当地的网上，并大放厥词，狠狠地嘲笑我是个没用的男人，雇佣了水军，一股脑的要将我炒作成世纪最大舔狗。怎么了？徐宇关切。没事，只是我想我可能要收回前面的话语了。我把搜索出的陆子龙对我的炒作发给他看，徐宇越看笑容越大。这样的笑容，在当初我们组队比赛时，我最常看到。一般是面对难题，他有了不错的点子的时候，又或者是面对他人对我们作品的质疑，他要开始舌战群儒了。总之，没好事。果不其然，我来，如何？什么条件？我瑟瑟发抖。这家伙的代价，比赛要求我写2万字论文，多次修改，做 PPT。他是冲锋陷阵了，我也不会闲着。放心啦，又不要你写几万字报告。他调侃，眼神闪闪发亮。我也笑了。好，那听你的。随后，我在他的指导下，到陆子龙的视频底下认领了身份，并有意把事情闹得更大。同时，据徐宇所说，他和陆子龙是一个地方的，对他有所了解。他让我视频下另外2个人来看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强烈要求我5天后约冯月在外还钱。我依言照做。5天后，同一个咖啡厅，冯月牵着陆子龙的手，2人亲密无间，把卡甩在了我的面前。给你，穷酸鬼！冯月趾高气昂，早没了在家里面时的委屈样。看得出，他很得意于再次和陆子龙的复合，认为自己傍上了一个富豪。实际上，外面传来汽车轰鸣声，一位保养极好、浑身上下戴满珠宝的富态女子走进咖啡厅，四处打量后，锁定目标，朝我们这走来。啪！猝不及防的，冯月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，不消片刻，脸颊肿了起来。你谁呀？谁？小龙龙，你告诉他我是谁？富婆一脸怒意，气势汹汹。是了，陆子龙不是什么富豪，
只是一个喜欢拿富婆包养他自身来装逼骗年轻女孩子的烂人。偏偏这样的人，冯月爱得不行。大学时为他节衣缩食，工作了还嫌我没有给他最好的生活，要和陆子龙藕断丝连，更是拿我的钱去给这个所谓的富豪搞投资。他不等陆子龙回答，又一个女孩子出现，他给了他一个大耳光。我在家里面为你带孩子养父母，你就在外面乱搞。女孩子控诉，眼睛扫过众人，我怕被波及，赶忙离开，走前不忘附在冯月耳边嘲讽一句：的确比不过你的子龙呢。冯月听得心惊，伸出手想要拉住我，同我一起离开，可惜下一秒他就被人扇倒在地上。贱人，你敢勾引陆子龙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他哭喊，却挡不住女孩发火。富婆和女孩子两人一对，发现都被骗了，自然不可能放过陆子龙和冯月，一人一个，打的那叫一个生龙活虎。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出去找别的女人，还家里一个，城里一个，我在家伺候你家人，累死累活，你在这逍遥快活，养别的女人。在压倒性的体重与强烈的愤怒面前，怕得罪富婆的陆子龙一动不动，不断求饶，可惜聊胜于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又被扇飞出去，口水混着血，吓跑一众客人，谁都不敢上前一步，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被打得体无完肤。我来到店外，往里面看，角落处徐宇正举着手机直播。怎么样？他给我看，得益于他的计策，闹大后，哪怕是原本鲜少使用网络平台的女孩都知道了事情，更何况富婆。直播弹幕全是对陆子龙和冯月的谩骂，提到我，大家只说可怜，我那么好的男生被骗了，太棒了，你还是这么美丽聪明又优秀。我喜不自胜，不住地夸奖他。若真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却不喜欢我呢？一瞬间，我好像在徐宇的脸上看出了这样的抱怨。我赶紧摇摇头，再一看，他已经转过去继续直播了。真是自恋，人家帮你，你还恩将仇报。我自嘲地笑笑，和他一起直播。不得不说，看到他们两人被打，我心里面最后一丝怒气也消失了。我想，接下来一定一切都顺顺利利了。几天后，感谢于徐宇的帮忙，我兑现诺言，答应了他一个条件，而他的要求是我陪同他玩一天。就在今天，出门前，我大包小包带了一堆东西。兄弟李天花见状嘲笑：喂，你是去约会，不是去打架。OK， 什么约会？我跳脚，你根本不懂，他的情可不是好还的。我回想起大学里面请他帮忙，每一次不被他狠坑一把都不算完。第一次拉他组队参加竞赛，赢了，他要求我每天5点起床和他晨跑。可怜我一个早八都起不来的人，那阵子天天早睡早起，到了他却只要求我陪他散步，后面改成晚上了，一堆文字，我都不明白学校的爱心小湖有什么好看的。唯一的好处是，我苦恼的1000米高分通过了。第二次要他帮忙是我的课程论文，刷几下他就修改好，帮我拿了高分，要求我带他打游戏，我自然乐意。直到我连输10几场，他不好意思了，我嘴硬，牙齿咬碎都要装没事，熬夜上分跑回段位。只是后来我再也没有碰过那个游戏，玩得太累了，时间空了下来。4、6级各种证书也有了时间学习，很快全部通过，其他则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他便只要求帮忙带东西。而这次那么大的忙，他居然好了，
快出门，大男人一个，别磨磨蹭蹭的。你说的对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应该好好感谢他。说完，我快步离开。步行街小店前，徐宇早已等待良久。对不起，话说一半，我停了下来。无他，好漂亮。徐宇一身浅色长裙，长发梳成小辫子，用可爱发卡卡住。见我来到，她笑起来，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，整个人漂亮的像是在发光。没有啦，她害羞起来，又问：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？那自然是，我打开雨伞，为她遮住阳光，为您服务喽。一路上，我们走走停停，相处愉快，各式小吃，各样玩具。第一次，我感受到了，原来逛街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。以前和冯月一起的时候，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，端茶倒水，付钱拿包，稍有不顺心，便是冷战好几天，不哄就延长时间。如今，我看向徐宇，他拿着风车向前跑去，一回头，眼里面缀满星辰。好看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不小心撞到了人。他赶忙道歉，不想，那人却是我们都不想见到的。冯月，好呀。林宏宇，原来是有了新人，难怪要退婚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收了伞，快步上前，将徐宇护在身后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冯月想发火，触及我严肃的神情后，又软了下来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没有事情就不能来找你了吗？宏宇，他叫得缠绵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已经退婚，毫无关系了。不是的，宏宇，不是的，我是被陆子龙骗了，才会和他这样。对，没错，是他骗了我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？他哭泣着，惹得过路人纷纷侧目。我没了耐心，不是你要和青春告别吗？我逼你了，现在又在我面前哭什么？我拉过徐宇就要走，余光打量到他的神情，没有嫌弃，没有不耐。太好了，我下意识地松口气，却不知自己为什么那么在意在他这里的评价。冯月见我要走，着急了起来。宏宇，当我求你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你回来，我们马上结婚。这次我保证一定乖乖的，不会再干什么了。求你了，你别不要我。看呐，被优待久了的人，就算祈求原谅，都是这般高高在上的姿态。当我求你，不必了。冯月激动起来，注意到我护在身后的徐宇，一定是你缠着他，他才这样对我。说着就朝徐宇扑过去，我大惊失色，连忙护住徐宇。我出事，他都不能出事。好在周围看戏路人上来帮忙，很快抓住了他，事情得到了控制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？徐宇问个不停，着急的像要落下泪来。我见状心疼不已，没事，没事，别担心。那就好。是啊，那就好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全是温暖。几个月后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处理好后续事情，准备离开这里。来到机场门口，却遇到了早已离开的徐宇。你不是回北方了吗？我惊讶发问，话都说不直。我现在调回这边工作了。怎么不行啊？他质问，气鼓鼓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戳一戳。这样想，我也这样做了，换来对方的小小指责。可是不待我说话，机场广播声响起：林宏宇先生，林宏宇先生，请快速到登机口进行检验。您飞往北方的飞机即将起飞。我举手里面的行李，麻烦和我去前台处理退机一下先喽，记一次帮忙。好，我们牵手一同往前。擦肩而过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是冯月。曾经盛气凌人的女生，没了往日的锐利，神情憔悴，一边打扫机场，一边四处找人。陆子龙，是你吗？你去哪里了？听母亲说，
婚礼后，冯月在本地的名声臭了，到处找不到工作。他家人让他去外地，他不肯，因为陆子龙回来找过他一次，骗走了他大笔钱后消失不见。难怪他现在守在这里，到处找人了。加上上次咖啡厅被打，他被抛弃，后来找我，被抓，2次进警察局，名声更盛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关我事情了。我看向徐宇，所以说你为什么要买去北方的票啊？还是去我那里的？他拉着我的胳膊摇又摇，似乎不要个答案不罢休。和你来这里的原因一样啊。我笑起来，看向他的眼里满是温柔。我们未曾言语，却互相牵挂。当你放弃一切来到我的身边时，我已收拾好了行李要去找你。我们呢，是双向奔赴。后来功成名就，我为他戴上戒指，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：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呀？那天我只是问你方法如何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？我们都笑了起来，因为我们互相牵挂着对方。因为我早就喜欢你，听说你结婚，我只想远远看一眼，就当我与青春的道别。因为我的心里也有不舍，所以向你许诺了条件。此后一切美满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